这个男人是个瞎子，但却有一手好医术。男人名叫锦绣。这天，朝鲜太医院总管来民间选拔形形色色的江湖郎中来参加竞选，然而这些人都是酒囊饭袋，对一名壮汉悬丝诊脉。有的人说他身怀无甲，有的人说他命不久矣。总管失望透顶，准备离开。这时有个瞎子锦绣突然开口，精准说出了患者的病症。总管好奇地问：“你都没诊脉，是如何得知的？”锦绣表示：“医者讲究的是望闻问切，虽然他眼睛看不见，但听觉、嗅觉却极其灵敏。”他表示，患者脚步轻重不一，一定有一只脚出现问题。患者呼吸急促，这与肝火过剩有关。接着，锦绣拿出银针为患者诊治，果然症状减缓了不少。太医总管见了欣喜不已，最终他被破格录用。锦绣虽然看不见，但他对草药的气味了如指掌，还能根据魔药发出的声音来辨别草药的名字，也能靠药水的浓稠来判断患者的轻重。不过他茫然的缺点也明显，无法看到药的颜色。这天，他拿着一瓶蓝色药瓶，正准备打开，被另一个药童阻止。原来蓝色药瓶装的是毒药。当天晚上，他与另一名医官值班，医官见点着蜡烛也没用，就吹灭了所有灯光。没想到锦绣竟然有夜视功能，随着所有灯光全部熄灭，他将太医院看得一清二楚。趁着夜晚，他将太医院的各种药材熟记于心，还记录在本子了。他还趁着夜晚将王宫的路线全部摸清。即便如此，锦绣在太医院的日子也不好过。其他人欺负他是瞎子，把脏活累活都丢给他干。这天，他们又拿了一堆草药让他分门别类。锦绣毫无怨言，在夜晚将所有的药材都进行分类，这让医官们叹为观止。不过锦绣来了这么久，还没为人看过病，本以为他将就此无出头之日，没想到机会很快就来了。这天，王后娘娘腹痛难耐，考虑到她是后宫中人，男医官多有不便，于是院长便派锦绣这个瞎子前去诊治。大殿内的灯光全部熄灭，王后让侍女为她宽衣，最后她坦坦荡荡地躺在锦绣面前。昼盲症的锦绣看了不该看的东西，紧张到手抖。王后见她迟迟不动手，直接拉着她的手按在自己的腹部。锦绣紧闭双眼，终于顺利找到穴位为王后医治。王后对这次治疗很满意。锦绣走出大殿，刚松了一口气，却遇到一个男孩甩了甩裤子，正好一颗扣子掉到锦绣的脚下。此时一群宫女正朝此处赶来，宫女见他是瞎子，并没有在意，而锦绣用脚踩着那枚扣子。这个夜晚，男孩与锦绣互相守护了对方的秘密。第二天，男孩子找到太医院，通过院长与男孩的对话，锦绣才知道男孩是世孙。在8年期间，招贤世子一直被大清羁押为质。今天正好是回国的日子，而世孙正是为了迎接自己的父亲，到太医院准备补品献给父亲。而锦绣后面就是因为这个世孙卷入了王室的争权之中。世子回归也带来了清朝的使臣，使臣带着清朝的龙袍，见医如见王，就连朝鲜的王上也只能跪着听旨。这对朝鲜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。不过世子当质子8年，思想却很开明，他亲眼见证大明的灭亡，大清的崛起。他在地球仪上向父亲介绍朝鲜，但大王却觉得世子崇洋媚外。守旧的王上隐隐感到不安，他责怪了几句，但世子咳嗽就极复杂，王上只能让他找个御医医治。世子来到太医院挑选御医，世孙一下就看中锦绣，锦绣也就此成为世子的专属御医。世子积劳成疾，锦绣施针后便知道世子是心病引起的，他表示身体开始出现僵硬现象，内心的抑郁已经开始阻止循环，只有减轻心理负担，病体或许才能恢复。为了缓解心中的郁结，世子让侍女打开窗户透气。这时一阵风吹灭了蜡烛，锦绣的视力也渐渐恢复，这下施针也方便了许多。而恰巧世子回过头准备帮忙，一下就看出了锦绣的破绽，他误以为锦绣是狡诈之辈，便将其撵了出去。锦绣走后，世子看到他的药箱，这里面全是锦绣歪歪扭扭的笔记，里面还有一封他给弟弟的家书。世子这才意识到错怪锦绣，他不但没有治锦绣的欺瞒之罪，还关心起他的病情。得知锦绣有神奇的夜盲症后，世子将从大清带回来的放大镜送给他，告诉他想成为优秀的医者，识文断字也很重要。世子经过几天的医治后，咳疾得到了缓解。从此，锦绣在太医院的地位越来越高。曾经看不起他的医官只配给他打下手。不过好景不长，随着世子的回归，朝中的势力分成了两派，一派是以世子为首的革新派，一派是对大清抱有幻想的守旧派。他们不思进取，贪图享乐，唯恐革新后有损他们的利益，于是对革新派不断打压。朝中的老人左大人劝世子，为了朝鲜的未来，应该取而代之，但是弑父夺位之事，世子断然不会干的。他训斥了左大人。然而当晚，世子就突发疟疾，陷入昏迷。太医崔院长带着锦绣前来救治，锦绣发现世子已经失去意识。这时崔院长支开侍女，让锦绣协助治疗。崔院长开始给世子施针，敷上毛巾。一旁锦绣开始感觉不对劲，世子的呼吸越来越困难。他闻了闻毛巾，竟然闻到了血腥味。随着蜡烛燃尽，他视力恢复，终于看清眼前恐怖的一幕。崔院长根本就不是在救人，而是在谋害世子。他面前的水盆早就被鲜血染红，他惊恐的表情引起崔院长的怀疑。崔院长拿着一根银针向锦绣眼睛刺去，还好锦绣
心理素质强，不躲不闪，假装没看见，还淡定地递上毛巾，这才躲过一劫。等崔院长走后，锦绣才敢正眼看世子，世子眼角的血泪似乎在向他求救。等到崔院长走后，锦绣才一个人偷偷返回，但是为时已晚。世子已经没了呼吸，而崔院长则在后院偷偷烧毁证据。但是等他打开针包一看，发现少了一根毒针，这根正好被锦绣发现藏起来了。他听着门外崔院长回来的声音，急忙躲在屏风后面。崔院长回来，果然慌忙地寻找东西。锦绣则趁机逃走，却将毒针遗落。针掉落的声音引起了崔院长的注意。锦绣费了好大功夫才将毒针捡起，却在逃跑过程中不小心将腿刮伤。崔院长追出来时，只看到一个人影，这时撞上赶来的护卫。崔院长只好谎称看到有人影从世子房间逃跑。当晚，世子暴毙，七窍流血，王上痛失爱子，失声痛哭。崔院长表示，他只是给世子物理退烧，并无性命之忧。但左大人表示亲眼看过世子的尸体。崔院长见疟疾之谎编不下去，只好说出有人翻窗逃走之事。如此一来，锦绣的处境非常危险，一瞬间他成了毒害世子的嫌疑人了。接连的打击让王上头疼欲裂，一头倒在了台阶上。随后左大人主持大局，关闭了王宫大门，宫里的所有人都要经过仔细排查，眼看就要查到自己。锦绣只好赶紧写好证词，并将毒针一起包在里面。趁着夜色，他摸进世子妃的寝宫，然而他被世子妃发现。此时一个瞎子的话对世子妃来说一点说服力都没有。他看着锦绣腿上的血迹，世子妃转眼就喊人，锦绣只好说出自己夜视能力，他是为了报世子的知遇之恩才重回房里。世子妃半信半疑之际，他还拿出世子生前给他留的信。世子妃回想起曾经世子将送给他的放大镜又要回去，并说终于找到适合他的主人。世子妃熄掉蜡烛，正是锦绣的眼睛。最终他选择跟世子一样相信锦绣。回去的路上，锦绣被侍卫发现，他被吓得愣在原地。好在这时崔院长赶来，表示大王急需救治，将其带走。锦绣为大王施针，大王症状好转，夸赞锦绣的医术。这时世子妃前来觐见，事关国乐，大王赶紧让侍卫们紧闭房门。世子妃目标很明确，他表示腿上有伤的人是目击者，并不是施毒者，真正下毒的人是崔院长。然而大王迟迟不肯下令，反而更关心目击者在哪。世子妃表示目击者就在现场。这时锦绣突然开口，崔院长的诊治没有任何问题，他当时就在一旁。大王心虚的表情让世子妃看得非常明白，原来真正的凶手是大王。锦绣不断的摇头，他也是通过给大王施针时感受到大王的心虚，得知真相，眼下已无力回天。大王将世子带回来的鲍鱼和毒药混合，直接毒死了世子的小妾。王后也突然戏精上线，说世子妃带毒药前来弑君。侍卫们一拥而入，将世子妃带走。锦绣回到太医院后，被其他医官发现腿伤，这名医官也正在寻找世子死亡真相。他没想到一个瞎子竟然这么厉害。此时世孙也赶来，他的母亲已经含冤入狱，母亲告诉他来这里能找到答案。他将真相娓娓道来，他的咒盲症让他看清一切真相，但真正的凶手是大王，他们根本无能为力。这时锦绣突然想到，他曾在王后的宫中看到王后给过崔院长东西，当时王后说这是大王的密旨。在崔院长的房中，他发现了那张字条，上面明确写着让崔院长伪装成疟疾毒害世子。在世孙的引荐下，左大人接见锦绣，但左大人看了字条后表示那根本不是大王的字体。然而世孙看了后却表示他曾看到大王用左手写字，眼下要将大王的罪证公之于众，还需要一份大王左手写的手书才行。这时锦绣挺身而出，他有办法一针下去麻痹大王的右手。之后他听从左大人安排，左大人在城外集结重兵，再派一名士兵暗示大王身上的麻痹症状正在扩散，然后带锦绣前来医治。锦绣出发前，世孙将扣子系在锦绣的盲杖上。锦绣给大王医治的时候，正好礼部来报需要大王给世子写道文。大王刚准备动笔，锦绣一针下去，大王头一歪，手一哆嗦，笔就掉了。眼见时间不多了，大王只好用左手运笔。眼见大王写好道文，准备盖上私印，这时崔院长慌慌张张跑来。原来崔院长通过对世子殿外现场的排查，他看到脚印深浅不一，便猜到目击者是锦绣。这时大王看着亲手书写的证以及锦绣大腿上渗出的血迹，他才明白眼前这个瞎子不简单。正当大王准备发威，锦绣一针刺中大王命门，挟持他，然后屏退了士兵。就这样，锦绣摸到印章盖上后，消失在茫茫黑夜，拿着政务交给左大人，顺利交差。此时左大人只要发动兵变，就能扶持世孙当上王位。然而这时又出变故，世孙不见了。锦绣本可以拿着左大人令牌离开皇宫，但当他听说世孙突发疾病正被崔院长诊治时，他决定完成最后使命。他找到崔院长，在黑夜中两人扭打在一起。正当锦绣落入下风被压在地下时，锦绣一把抓起旁边的毒针扎到崔院长的眼睛里，然后背起世孙拔腿就跑。就这样跑了一夜，跑回了王宫，准备与左大人会合。他摸索着来到了正殿，大王也在大殿里等着。他怎么也想不到最后会输给一个瞎子。这时左大人拿着大王书写的证物，现在铁证如山。大王知道再不退位就难逃一死，于是他和左大人谈条件，他愿意交出权力由左大人指定的人继位，这样大家都能相安无事。让锦绣没想到的是，左大人
才是幕后大 boss。刚才还一身正气的他，现在已经对大王毕恭毕敬，他只是左大人追逐权力的工具而已。左大人问如何处置世孙时，大王表示留着他以后不得为他爹报仇啊。这时外面围着文武百官，大王与左大人同时发声，表示世子是感染疟疾而死，只有锦绣一人大声喊着真相。然而谁会相信一个瞎子呢？最终锦绣被拖出去，众人散去，殿前只剩下一个傀儡大王。一场权势之争让世子满门被斩，世孙也在流放中抑郁而终。而知道一切真相的锦绣却在刀口上活下来，与弟弟在民间开了一家医馆，每天患者都排着长龙。而那个傀儡皇帝身体一天不如一天。这天他们征集民间医者，他看到来的人是锦绣时，不停地向士兵们呼救，但没有人理会他。最终锦绣一针针下去，大王死法如同当年世子一样。以上就是韩国最新电影《夜宵》的故事内容。该片在韩国上映时拿下多日票房冠军，口碑票房双丰收。